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也救不了你们。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早在破城之日，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可是今日不同，仗打完了，这辈子的仗打完了。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碰刀剑，洗尽手脚，刮掉头发，回家去吧。做工的接着做工，种田的就好好种田。土地刨荒了，需要深耕一下，撒下种子，活到明年。你要相信，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如若不信，你便这般对他。将军！九帅辛苦了，我去处理后事。慢着，湘西30里有一个我的营，录影和银子都备好了，他们可以剃头更衣，拿钱回家，没有人阻拦。九帅，一诺千金。李成的不，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上面问起来，我也吃不消。这个自然。李将军的首级，值一个红顶子。九帅有令，大队向西30里，剃头、洁面、领录影发路费，各自返乡。是，属下早就预备好了。
白家妹子，你若难受，就哭出来。我不哭，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求人得人，我替他高兴。他这条命，换了大家伙活下来，这样的慈悲，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来人，抬走！你们干嘛？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他们会厚葬他的。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开他，你要带他去哪儿？他们要的只是他的脑袋，他们只是小人。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你放开！白小姐还没醒，我哥呢也不干活，这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当牛一样的使唤。我要是腿脚利索的话，我来照顾。啰里吧嗦。你说这别人当官吧，那都是花花轿子金山银山，我哥倒好，当个官差点没把自己当死。他就是没我这个脑子。你要让我古老二当官，别的不说，先整2房1太太。你做梦去吧你！娘，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你说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照顾女客，他也不方便。要我说啊，我们请廖姑娘来帮忙，对大家都好。大夫，您辛苦，来，这边用茶。哎，大夫，情况怎么样啊？肺腑之间上寒下火，发不出来。白小姐就是不肯醒。他心里苦啊，你们小孩子怎么能知道呢？哎，去看看白小姐。啊。大夫，能有好办法吗？他这脉象比80老翁还不如。一个人想求死，就算是扁鹊华佗也没用。没事啊。爹，我可算是见到您了，爹。傻孩子，你哭什么呀？
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是。我在哪儿啊？你不认得了？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我常常在这里喝茶。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我睡了很久吗？一炷香的功夫吧。怎么了？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我梦见古大哥回来了，他到营里救我。我梦到，真的是你，我日日向他求，我梦到，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被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你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后来他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我还怀了他的孩子。爹，这一切都是梦，对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吓死我了！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爹，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好孩子。那我问你，如果那个将军再来，你还是会跟他走吧？虽说是做梦，动的也是真心。孩子，爹不会生你气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这一世平安，我的愿就满了。谁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二爷，老太爷，我哥身体不好，他不能见客。我们是真心的来看看古先生。既然如此，我就不进去了。二，礼物。胡老太爷，哟，古先生，你怎么起来了？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这是……哎呀，胡老太爷，是我怠慢您了。来，进屋说。哎，好。老太爷，有什么话您不妨简直了说吧。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
哦，谈不上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啊，我哪高攀得上？哦，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许买。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1天2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对呀，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哎，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1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老太后。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这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3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2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第3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13行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了。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在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度过此劫。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呢。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们说呀，说呀，2折吧。啊，2折！现在掌声就来！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
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哼！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1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3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哎，听我的，来。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2折，全安徽种茶的人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2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13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差不多了吧？这才半桶水，这哪够啊？白小姐得擦身子，你娘得熬药，我们还得吃水呢。你怎么这么懒呀？难不成呢我去呀？这咋惹谦儿了？歇会儿吧。你也歇会儿。我没您的命。那山下药店里有卖现成的，买点就是了呗。买现成的不得银子呀？您倒好，上嘴皮碰下嘴皮。那行啊，我去买，拿钱来。啊？嗯。好。没了。哦，我山下店里还有，我再给你取点。回来。嗯。快点。拿着。你给我钱干嘛呀？不是你要的吗？我要你就给啊！我是你什么人？你放那儿吧，我来干。啊？不是我还能干。你过来。
你要能干的话，把这忙给我帮。奇了怪了，挺聪明一个人，怎么看见你就找不着词儿呢？来，我帮你，我帮你来啊！不用，哎，这可是我的饭碗。哦，是，您走好，哎，谢谢。小队，刚才干嘛呢？我就干活回来，然后我说这个葛根粉可以下山去买，小姐就不高兴了。当然不高兴了。哦，人家帮你照看病人，你还让人家自己掏银子下山抓药，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不是我掏的银子，我刚才银子我都掏出来了。不信，你怎么掏的？怎我就给他了。拿来吧你，这还不好办呢？我这就给闺女，让她下山去抓药。哎，你放心，这是救命的钱，我不会用在别处的。娘，你喊我。再有人来拜访你哥，你给我拒在门外。不用，娘，那我哥不在，生意就不做了。那他们有事可以和我谈啊。我来谈，我来跟你谈。这你天天说自己眼神不好，打的还挺准。你别忘了，白小姐还在隔壁养病，她是谁的媳妇儿？她肚子里面怀的是谁的孩子？你可辛辛苦苦的把她救回来，要是有谁坏了心眼，多一句话，拿1人2命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你哥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那我们全家还活不活呀？那你早说不就完了？我又不是不懂事儿。要我说这事儿啊，我哥干错，我姑老二都比他精。对，你精，你聪明。我觉得我们对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啊。你说那个白一梅，她够亏欠咱们的。从小的婚约是吧？她跟那个主将跑了，还怀了人家的孩子。那我哥费劲费钱费了半条命才把她从刀口救回来，怎么算也不值当。对，你聪明，你比你哥聪明，对不对？你多，你站起来，你看。这身上跪的，你说说，这灰呀，这孩子。啊！哎呀，大白天不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哎，轻点。我天哪！啊！我天哪！没看见？哦，他买药去了。买药？啊！他身上没钱啊，怎么买药？他刚才来，然后问我干什么呢？我说我干活回来，然后我跟你说我下山买药。他说他去买，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给他钱，别给他钱。他下山不把裤子都输没，他是不会回来的。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怎么就记不住啊？不是，他不是你爹吗？你就当我孝敬孩子行不行啊？不然他老人家回头一生气的，他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我可怎么办呢？你呀，就等着受罪吧。哎，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
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百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唉。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昨天我刚借过他钱，想想办法嘛。我找个借口吧，不然的话他又觉得我不着调。这时候想的倒是挺老二啊，收拾东西跟我去趟上海，我们下午就走。我去跟娘说一声。哎，哥，我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他爹被山下赌场给扣了，怎么了？我跟老二说，别给我爹身上放银子。老二傻乎乎的，昨天给我爹塞了1把碎银子，结果怎么着？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刚赌场捎信来说输了500两，下午必须赎人，晚1个时辰就少1根手指头。我俩就商量怎么办。那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把银子给你，你赶紧拿去赎人。这2天我跟老二要出去一趟，白姑娘和我娘辛苦你照顾了。好，哥还是你仗义。其实我俩刚才还商量着，说怎么找个借口管你借钱呢。你什么都说。我天天打我，这给他惯的。这钱啊，你跟他说，是我孝敬他爹的，啊，不是我们借的。其余的一句废话别说啊！收拾东西。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醒？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我说什么？
你告诉他，他还怀着李成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我就这么说。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我照样也爬回来了。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这我哪知道？洋人就是因为有了它，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乎，真是无趣。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2天呗。给你个店你都看不好，还安抚使呢？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1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赫德。你干嘛？这口比我还正。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主管我大清海关。他的儿子考科举都有功名的，那八股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赫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洋行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你认识他干什么？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呢。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举压他呀。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这人你可得罪不起。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滩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啊。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清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但新入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Oh my God！ 信不信我跟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托特船长问你有何贵感？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请坐。来，我来。您尝尝，古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开水。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How are you? 你好吗？我好啊。He's great.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哎呀，谢谢，不送。好送好送。陆安洋行的张先生。在呢。杰哥，我们家老爷有请。哎，李老爷，来了，兄弟。坐。李老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直说吧。这家盐田啊，我们家传了3代了。我听说啊，您要大量收购盐田，我带着地契就赶过来的。只是，我要这么着就把它给卖了。对不起老祖宗啊！哎呀，夺人家祖产，天理难容啊！这张盐田的地契对我来说可要可不要。如果我不买的话，兄弟，你还回得去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身衣服是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吧？江南有390多家盐户，我既然要做盐的生意，不能不留心呐。得罪勿怪。不瞒您说，现在日子是有些难熬。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开个盐店，可以维持生计。名义上这家盐店是李家的，有了利润，咱们2/8分成，货我给你提供，这张地契你就拿回去吧。李老爷，您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带他下去，把钱和盐引子交接一下。哎，走吧。哎，
爹，我刚才都等你好久了。 1、2个时辰嫌久了。我不是等不了，我都等了20多年了。有怨气。那说说吧，这20多年你在等什么？我等一个机会，我等您对我的信任。您看我刚来这儿几天，我席子都没坐热，您又来了。姓胡的那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交白起？快了，我按照您的安排，给他3天时间。 3天，你怎么知道就快了？他无路可走了呀。可我听他跟茶商说，要是熬不住了，可以把茶叶卖给他，他会按照往年的价格全部收回来。那是他痴人说梦啊！他怕我们分化他的势力，死到临头还嘴硬呢。这个老家伙掌管一省的茶叶大半辈子，他会害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他囤茶叶是想跟我们斗一斗。他拿什么跟咱们斗？我们大不了不买他的货，让他抱着那些陈茶哭去吧。哎，别对这儿啊！这怎么进门啊？哎，武先生有带回什么消息来吗？还往这儿堆呀？啊，库房里没地儿了吗？去吧。二姐，库房都满了，满了。对呀。哎，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这么等下去可真不是事儿啊！附近的茶商都知道您有办法，那是源源不断的往这儿送茶，咱柜上的银子呀，流出去跟水似的，也不见个回头。茶叶是一天比一天老，这春茶它一天一个价，不能怎么办？现在走到天底下都一个价，那就是李万堂的价，你说我认还是不认？不是，那李百万为什么记恨咱们？那您心里没数啊？那不还是因为那个姓古的大爷搅人家局啊？要依我说呀，您就低低头，跟李万堂他求个情。安徽一省的茶商小命都攥在你手里呢。不是，老太爷，有请帖。请什么请啊？没空。京城来的客人，京城的，来来来。老太爷，这李万堂亲自请您啊，这可是个台阶，好歹是个面子。你要是不去，不合适啊。我要是去，也是为了茶商会。那是。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See you again, my friend.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制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不可能，踩着风火轮也不可能嘛！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1天1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1天1夜，就按原话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啊？不行，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的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这么快？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3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是，老爷。你去跟门外那群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哎，等会儿，爹，当时这边的事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铁鸟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你去吧。生气了？古平原那小子去了上海，是不是你指点的？是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大清海关党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个小小的茶农，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囚犯。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结什么朋友，续什么交情？宁肯败了自家的生意，也要成全外人。爹，您找人偷听我说话。这单茶的生意赚也罢，赔也罢，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生意多的是。可儿子只有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就觉得，生意不能那么做。那生意应该怎么做？本来就不必要你死我活，天下的路要让天下人走，为何非要把人逼成那样？哎呀！哎呀，我后悔呀！我后悔应该让你继续的读书。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咱的家产，只要你不吸大烟、不赌博，几辈子都花不完。也好，回京师吧。我给你请个老的翰林。把过去的书捡一捡，学个子曰诗云的，挺好。爹，您是要让我从家里的生意上退出去？对，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更不懂大清。我不懂，您懂。您什么都对。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这安徽我本身我也不想来。那些茶商手里的货2折收，这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做的什么生意？您手里头要是有兵，您直接派兵去抢啊！不是更方便吗？孩子，孩子，慈不长兵，义不长财。谁比谁的路好走啊？也就是说，我做不了生意，是因为我当不了坏人。
这次来压榨安徽是王爷的主意。他气不过万茶大会上被安徽人搅了局。你说我能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得罪王爷吗？不会。王爷倒了，我跟着挨刀；王爷不倒，我才能是李百万。这就是大清。胡老太爷请了。我是李万堂老爷的管家张广发。尊管。李老爷到了吧？哎呀，我这来迟一步，实在是该死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他呀，今儿失约了。对，李百万嘛，自然是忙得很。那就请尊管问一下，李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拜访。我带了一些礼物，也不知道礼物我们家老爷不敢领，无功不受禄嘛。茶叶那个事情，少爷办得不好，那是洋人把价格压得太低啊。是，我们家老爷说了啊，今年春茶蒸的份额够了，何苦再得罪同行？就是，您自己留着，不要了。尊管留步，尊管留步。尊管啊，话不是这样讲啊，实在是这个价格太低了，总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吧？这样您看怎么样？您呢，问一下李老爷，只要李老爷能给个血汗钱，我们呢就知道是白当差，也算是替顾先生给李老爷赔罪。您看，您说了算吗？那是自然。那就这样定了吧。明天一早，您到天福客栈，带着货单来。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你看我这行了。不妨事说。老爷，您失约把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求情，最后说少爷出的这个价格太低，一个省的茶商都活不下去了。他只想赚点辛苦钱，我让他明天一早带着货单到客栈来见您。没退路了。是，还有更好笑的呢。临走的时候他说，今年就算给李家白当差，替古先生赔罪。也不知道姓古的这个给他吃了什么药了，拿着一个省的茶叶赔罪。好。少爷要跟我打个赌，你知道吗？他觉得我不会做生意，起码没他那个姓古的朋友做得好。少爷，这都孩子话。我不是孩子。你是跟我一起回京师，还是你先回去？我跟您一块儿回。我知道你怎么想，我一定会成全你。你是这些老大是吧？和你商量个事儿啊，能不能送我一程？走，不是，你坐着。老爷花了重金从王爷那里要下来茶叶的对外专营权，办茶大会就是一个给王爷做面子的事儿。本来天下第一茶花落李家，
老爷再拿了跟洋人做生意的权利，理所应当。谁成想被姓古的那个小子给搅了？要是不狠狠地收拾一下安徽人，不但李家的面子下不来，就连王爷那儿都没法交代。所以先派您来敲山震虎。老爷这边答应请他吃饭，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吃。就没打算跟他吃？这个当然，先把他的希望吊得高高的，再一把丢到谷底。他的方寸一乱，以后安徽茶商会就攥在咱们手里边了。所谓天下第一名茶，那也是李家专营专销的货物。我们是龙舟队，不是客船。快走啊！我们比赛呢，快走！误会了。不跟你说啊，我呢确实有急事儿，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得赶到。坐龙舟去，真的？都给你了，挣不挣吧？500两，走趟安徽。兄弟们，这钱够我们回去娶媳妇了，干不干？干！你来叫，给我们组组委。我啊。走啊！敲啊！哦。少爷，回去休息吧。我就是要看看，明儿那胡老太爷到底怎么认输。您这是何苦呢？老爷这辈子做生意，什么时候算错过？这一步棋接一步棋的，姓胡的哪是对手？就等着最后的消息。古先生说好3天，这都第5天了，还等？你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就说了，那蓝雪茶就是个怪物，不带他进京。好吧，人家自己个儿就去了，还生生搅场子。结果怎么着啊？全省的茶商替他一个人赔罪。您说这叫什么事儿？那孙猴子本事大啊，搅了蟠桃会，不照样老老实实压在五行山下吗？孙猴子还有一根棍呢，那姓古的就伸张嘴。是。那你们也出个主意啊！光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人家得天下第一茶的时候，你们可是忙不迭的去要配方、要茶种，现在怎么也光上张嘴了？老爷子，这春茶不等人呐。那姓古的是什么？我们先不管，眼下这关我们得过呀，不然这大家伙集体完蛋呐！就是，这都是哎！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割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怎么着？李元堂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丢人！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刚来这儿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
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本来我还觉得老爷是撒邪火，现在想想，他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说无商不奸，话是难听了点儿，但理儿没错呀。你是老二，你哥呢？你哥留话了没有啊？哎，他说什么呢？说啥了？来人，抬屋里去，给他们熬点热粥啊。老太爷，咱走吧。想死也得等会儿。等啥呀？等？你看他现在那样，他能说出啥？我想起来了，我哥说，这什么事啊？再等他1天1夜。有完没完了？赶紧弄进去！他真的敢，他真的敢。好笑吗？不好笑。你去派人打听过了吗？是他不敢来，还是说他们里面有人不同意？没人不同意，就这姓胡那个老家伙一个人在那硬撑。老爷您息怒，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难不成他还能翻到天上去？这不相信啊！那按理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一宿怎么着又活过来了？不对，不对，没什么不对的，他愿意耗就耗，反正都比他耗得起。一定是那个姓古的小子在捣乱。你派几个人去上海四处打听一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好嘞。爹，我先回去睡觉了。家里生意不顺，你还好意思去睡觉？那是你生意又不是我生意。老太爷有信。老太爷，是李百万。春儿昨天爽约了，为了赔罪，今天中午在百香楼宴请我。老太爷，这脸咱得接着啊！得去去呀！哎，伙计，这送信的人呢？啊，回老太爷的话，正在楼下等回信呢。哦，你呀，
就跟他这么说啊。是。哎呀，昨天要不是这个李百万对我如此的盛气凌人，我差一点就把满省的茶叶贱卖给他了。好险！哎，你干嘛去啊？我呀，昨天夜里没睡好，头有些疼。再有人找，就说我抱病不见。回去都跟所有的伙计说，今天1两茶叶也不许往外卖。